在中国江西武夷山脉幽深的大山坳里，竟然藏着一座废弃了将近200年的清朝豪宅。但它不是普通的豪宅，如果你从高空俯瞰，会震惊地发现它竟然像一艘造型完整的古代巨轮，透露着一股说不清的阴森。更邪乎的是，关于这座鬼船的传说，个个都让人头皮发麻，细思极恐。当地人说，这里是清朝历史上最庞大、最神秘的地下组织天地会的秘密老巢。豪宅里藏着天地会当年留下的10万两黄金，谁要是能破译口诀，找到第108间房，谁就能找到这笔宝藏。那它到底是不是天地会的老巢呢？那个流传100年的宝藏传说又是真是假？修建这个豪宅的屋主究竟是哪位秘密人物？他为什么要耗尽万贯家财，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里造一艘永远无法航行的石船？在他和他那神秘的家族身上又发生了什么离奇诡异的故事？今天跟着眼见古今一起，当一回历史的侦探，带你一层层揭开这座深山鬼船背后那个被刻意隐藏了近2个世纪的惊天秘密。事情要从2001年说起，在那个时候，这座占地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的庞大古建筑群，还只是当地村民眼中一片普通的老屋。直到那年10月，一位新闻记者为了给当地的古民居拍摄一些资料照片，来到了这个偏僻的周湖村。当他站在宅院前，立刻就被这片建筑群的宏大规模所吸引。他想给这片壮观的古宅来一张震撼的全景照，可是在地面上，无论他怎么变换角度，都感觉无法捕捉到它的神韵和全貌。如何才能把它完整的拍下来呢？他突然想到，也许站得高一点就可以了。于是在村干部的带领下，他爬上了村子后面的一座小山包，这里是俯瞰整个村庄的最佳位置。当他举起相机，通过取景器望向那片古宅时，镜头里的画面让他当场惊呆了，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出了问题。他发现这哪里是一片普普通通的房屋，这分明就是一艘造型标准、气势磅礴的古代巨轮。你能想象那种视觉冲击吗？一个由无数青砖灰瓦的房屋拼接而成的庞大建筑群，竟然有着棱角分明、向前突出的船头，有着宽阔平整的甲板，有着方方正正、错落有致的船舱，甚至还有高高翘起、四平八稳的船尾。整艘大船的船头坚定地朝向东南方，旁边就是一条潺潺流淌的溪水，它就这么依水而建。因为这次偶然的发现，船屋这个形象的名字也第一次被人叫响，并沿用至今。这个发现彻底打破了周湖村100年的宁静。专家、学者、考古人员闻讯赶来。然而，当他们拿着专业的罗盘对船屋的朝向进行精确测量时，一个巨大且反常的谜团便立刻浮现在所有人面前。在中国，上至皇宫，下至民宅，盖房子是天大的事，尤其讲究风水和实用性。几千年来的建筑传统，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坐北朝南，这样才能保证冬天避开北风，夏天迎接南风，同时获得最佳的采光。可眼前这座船屋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它是一个标准的坐西朝东的建筑。更让人费解的是，它的船头经过修正，最终指向的是北方，这太不合常理了。在当年建造船屋的年代，它的周围并没有其他建筑，有的是足够宽敞的空间可以施工，屋主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盖一座符合传统、冬暖夏凉的豪宅。那到底是一种怎样强烈而执拗的愿望，驱使着他宁愿牺牲舒适度和实用性，也要将船头固执地指向遥远的北方呢？更让人不解的是，在房子的墙壁上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号和图案。这些符号看起来像是某种暗号，但却没有人能够破解它们的含义。屋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耗费如此巨资和心血，建造这样一座处处透着诡异的怪船？他的人生又发生了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揭开船屋主人的神秘面纱。随着各路专家的深入调查，一个名字浮出了水面，他叫黄辉柔。根据当地仅存的一套黄氏家谱和黎川县志的零星记载，黄辉柔号敬庄，生活在清朝道光年间的一位本地富商，
这座宏伟的宅院，官方名称叫做大夫第，也是因为他曾经向朝廷捐纳，获得了一个奉职大夫的虚衔，这在当时是商人获取社会地位的一种常见方式。然而，当我们试图深入了解这位黄辉柔时，却发现笼罩在他身上的秘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富商这个身份仅仅是他的伪装。首先，他的巨额财富之谜，家谱中只是非常笼统地记载他经商有方，财力雄厚，富甲一方，但对于他具体是做什么生意，在哪里做生意发家的，这些最关键的信息却讳莫如深，只字未提。据村里的老人说，黄辉柔是个很有钱的人，具体有多少钱没人说得清楚，但从他建的这座豪宅来看，绝对不是一般的富商。要知道，在清朝道光年间能建得起这么大规模房子的人，在整个江西省都数得过来。其次是他的行为之谜，充满了各种无法解释的矛盾。他为什么要花费20万两白银，在一个交通闭塞、山高路陡的偏僻山村里建造如此规模宏大、造型奇特的豪宅？更让人费解的是，根据各种记载显示，在道光24年，也就是公元1844年，豪宅即将落成之际，黄辉柔却带着家人神秘地失踪了。他和他的家人此后极少回到这里居住，没过多久，这座倾尽他毕生心血和财富建造的宏伟府邸，就成了一座没有主人的无主之宅，任由他的族人在这里来来往往，最后变成了一所名副其实的公共住宅。正常人谁会这么干呢？这完全不符合人之常情。而接下来，调查人员在家谱中发现了一条记录，更是给黄辉柔这个神秘的家族蒙上了一层恐怖的阴影和诅咒。家谱中透露，黄辉柔共有6个儿子，其中他的第3个和第4个儿子都是正值30多岁的壮年，并且自幼习武，身体强健，却匪夷所思的在同一个月之内先后离奇的暴毙。更诡异的是，家谱对于其他几个儿子的生卒年月和埋葬地点都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唯独对于这2个儿子离奇的死亡，其死因却讳莫如深，含糊带过，仿佛有什么巨大的隐情，不想让世人知道。带着对黄辉柔及其家族的重重疑问，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船屋的内部，看看专家们能否破解那第108间房之谜。进入船屋内部，我们发现，如果说它的外形是怪，那么它的内部构造就只能用鬼来形容了。大家可能都以为这样一座号称大福地的官宦豪宅，进去之后会有雕梁画栋的客厅、清雅别致的书房，甚至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但是这些统统都没有。船屋的正中间没有这些体现身份和品味的奢华空间，取而代之的是几排结构完全相同、排列的像兵营一样整齐划一的房舍。整个空间给人的感觉不像一个富甲一方的家族府邸，反而更像一个巨大的、等级森严的集体宿舍，充斥着压抑又神秘的气氛。而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那些密集的离谱的门。一个10几平米的小房间，四面墙上竟然开了几扇门，每一扇门后面又通往另一个房间，再往里走又是门。就这样，屋屋相连，渐渐相通，大房套小房，明面上的客厅后面藏着暗间，甚至楼上楼下还可能藏着暗道。整座宅子活像一个巨型迷宫，或者说是个实景密室逃脱。黄辉柔为什么要将家设计成这样？是为了防止外人进入，还是为了不让里面的人出去呢？很明显，这种布局绝对不是为了居住的舒适。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方便快速移动，便于防守和撤离。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安逸的家，而是一个设计精巧、易守难攻的堡垒。而且当地县志记载说，船屋一共有108间房，但实际上这座船屋到底有多少间房，没人能说清。有人说107间，有人说是108，还有人说足足有200多间。你也许会想，数一数不就知道了吗？但村民真干过这事儿。有一年春节，村民邹成国准备了108炷香，打算每个房间插一支。插完一圈，他手里还多了一炷。后来连村主任都不信邪，组织7、8个人反复标记，认真清点，结果每次得出的数字都不一样，每次都差个2、3间。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房子结构太复杂了，大房套小房，明间连暗间，
走着走着，你以为数完了，一回头又冒出一扇小门，推开一看，居然又是一片房间。要不是亲眼所见，真的难以相信这是一栋宅子，而不是机关密布的迷宫。除了数量诡异的房间，船屋还有2个特别的数字，有36个天井，72个地漏。这2个数字和前面那个108一组合，就很眼熟了吧？没错，这正是《水浒传》中天罡36星，地煞72星加起来的108位好汉。而水浒正是清代地下反清组织天地会的精神图腾，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黄辉柔建这座船屋真的只是出于建筑审美吗？还是说这就是他刻意为之的秘密暗号？这3组数字36、72、108在清朝社会背景下绝不是普通数字，它们在民间广泛流传，常被用作反清复明的象征。而这种带有挑战皇权意味的设计出现在一座豪宅里，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这时，一个大胆的猜想开始浮出水面：黄辉柔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某个秘密组织的成员？这个猜测让人更加好奇。在清朝，确实有很多反政府的秘密组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天地会。天地会又称洪门，是清朝最大的秘密组织之一。它成立于清朝初期，口号是反清复明，也就是要推翻满族建立的清王朝，恢复汉族的明王朝。这个组织在民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从贩夫走卒到文人士大夫都有人参与。如果黄辉柔真的是天地会的成员，那很多事情就说得通了。为什么选择在深山里建房子？是因为要躲避官府的追捕。为什么建成船的形状？因为船象征着渡过苦海，到达彼岸。为什么要用36、72、108这些数字？因为这些数字在天地会中都有特殊的含义。如果这些发现是真的，那么这座船屋就不是什么普通的豪宅，而是天地会的一个秘密基地。黄辉柔也不是什么富商，而是天地会的一个重要头目。这第108间房到底藏在哪里？真相到底如何？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关于这108间房的核心谜团，有一个流传了上百年，让无数人心驰神往、垂涎三尺关于宝藏的传说。这个传说更是与黄辉柔那来路不明的巨额财富紧密相连。相传，黄辉柔在建造这座迷宫般的宅院时，就在其中一间最隐秘的密室里藏下了一笔神秘的巨额财富，并且为了让后人能够找到它，他还留下了一句充满玄机的藏宝口诀。这句口诀在当地流传甚广，几乎每个上年纪的老人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剜砖对拱砖，金银10808000两白银。在清朝道光年间，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一品大员1年的俸禄也不过180两白银，这笔钱绝对是一笔能富可敌国，甚至能搅动一方风云的巨额财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一批又一批胆大的探秘者来到这里，都想找到这笔传说中的宝藏，但最终都一无所获，失望而归。这笔钱会不会就是黄辉柔神秘财富的真正来源呢？而那间密室会不会就是他用来处理家族秘密的地方？那么这句神秘的口诀到底是什么意思？剜砖和拱砖又分别指代什么呢？当地村民们对此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认为剜砖指的可能就是船屋后院一处带有明显弧度的围墙，而拱砖则可能是指某处门洞的拱形结构。只要能准确地找到这2处关键点，将它们连成一条直线，那么宝藏的入口很有可能就隐藏在这条神秘的连线上。种种迹象都让密室藏宝的说法显得越来越真实可信。几乎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在这座船屋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确实存在着一间秘密的房间。为了解开这个流传100年的谜团，后来的专业考古勘探队甚至动用了现代高科技设备——高精度金属探测仪。他们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对所有传说中可能藏有密室的地方都进行了地毯式的、一寸一寸的仔细探测。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期待着仪器发出那令人心跳加速的滴滴滴的警报声。然而，结果再一次令人大失所望。
探测仪从头到尾都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异常的金属反应。寻宝行动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僵局。这一下，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和有趣了。如果宝藏根本就不存在，那句金银108000的口诀又是如何产生并流传了上百年的呢？它总不能是凭空捏造的吧？这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也更加接近真相的猜想：会不会那个传说中藏着宝藏的不为人知的第108间房，就是那个永远也数不清永远也找不到的房间？还记得那位自己动手绘制平面图的村民邹成国吗？他用最严谨的方式，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核对，最后数出来的结果依然是107间。那么那神秘的消失的第108间房究竟在哪里？难道说这个宝藏的秘密从一开始就不是指我们凡夫俗子所理解的黄金和白银？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一个意外的发现仿佛天意一般，把整件事推向了真相的边缘。这个发现来自船屋旁边那座年久失修的皇室宗祠。祠堂外墙因为风雨侵蚀，大面积脱落，露出了里面的青砖。有眼尖的村民无意中发现，在最底下的一块砖上竟刻着一排细小的字。专家闻讯赶来，蹲下身细看，只见砖块上清清楚楚3个字：日月明。看到这仨字，在场的人都愣住了。日加月正好是名字，在满清的时代，这可是个大忌，谁敢公开用名，那可是要杀头的大事儿。而把日月明刻在祠堂里，不是无心之举，而是一种极其隐秘又大胆的政治表态。专家当场就意识到，这可能与一个极其敏感的地下组织有关——天地会，而日月明恰恰是他们内部最典型的暗号之一。既然如此，造型奇怪的船屋也许就不是哪位风水大师的奇想，而是天地会精神图腾的实体化呈现。在天地会内部有个特别重要的象征，叫红船，意思是兄弟们同舟共济，共抗清廷。周湖村的这艘船正是红船的现实版。最绝的是它的朝向，坐西朝东，船头直指北京。这不是风水，是宣言，是在说这艘反清之船要顶风逆水，直指满清老朝。这个推测也得到了一些历史资料的支持。根据清朝官方的记录，1844年前后，江西地区确实有大规模的天地会活动。官府曾经多次围剿，但总是让主要人物逃脱。现在看来，这座隐蔽的船屋很可能就是他们逃脱的原因。而且1844年也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就在这一年，太平天国运动即将爆发。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天国起义其实和天地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都曾经是天地会的成员。难道黄辉柔建造这座船屋就是为了准备参与这场即将到来的大起义？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吗？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他们却要神秘失踪？还有关于那传说中的10万两黄金，之前大家都当故事听，但一旦结合天地会的背景，再看这笔巨款，就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了。反清复明，哪儿都绕不开钱。金银是天地会运作的命脉，买武器、联络官员、发展会众，没有钱啥也干不成。而周湖村偏僻，但地理位置极佳，正好是江西、福建、广东3省的商贸通道。黄辉柔选在这里建红船，显然别有用意。更妙的是船屋的构造，36个天井，72个地漏，108个房间，不仅有象征意义，还极可能是藏宝装置。有探险者在某些天井底部和墙壁背后发现过可疑的结构，还有明显挖掘过的痕迹。更别说在屋里挖出的一些黄金碎片，经过鉴定，确实是清中期的高纯度金制品。这些碎片说明一个问题，这里真的藏过金子。那黄金去哪了？一种说法是还藏在屋里，黄辉柔一家逃得太急，来不及带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成功把黄金带走了。而最劲爆的第3种猜测是，这笔黄金被用来资助了太平天国起义。时间点很巧，1844年，洪秀全正为起义四处筹钱，而黄辉柔一家就在这一年突然人间蒸发。难道是巧合吗？这10万两黄金
会不会成了点燃太平天国的那把火？如果是真的，那这座船屋就不只是藏宝地那么简单了，它可能是天地会在江西的重要军事据点，更是太平天国背后的金库。那么黄辉柔在这个组织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呢？从房子的规模和复杂程度来看，黄辉柔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成员。能够建造这样一座豪宅，能够设计这样复杂的暗号系统，能够选择这样一个战略位置，说明他在天地会中的地位相当高。黄辉柔的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天地会的地方头目。如果这个猜测成立，那另一个谜团也许就有了解释。他2个儿子的暴毙可能并非死于疾病，而是在参与某次秘密武装起义中牺牲了。有专家认为，这或许与道光27年福建沿海爆发的小刀会起义有关。作为秘密组织成员，这样的光荣牺牲自然不能明言，只能在家谱中模糊记录为病亡，以保全家族。而船屋未修建好，黄辉柔一家就消失的真相，极有可能是在清政府的围剿下，他悄然带着家人与重要物资转移到了别处，继续从事反清复明的地下活动。根据史料记载，1844年后，江西一带的天地会行动非但没有停歇，反而变得更加隐蔽谨慎。这恰恰说明黄辉柔的撤离并非仓皇逃亡，而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战略转移。虽然他走了，但组织还在，火种未灭。更有趣的是，那些留存在船屋中的符号与暗号，似乎也在低声诉说着这个推测。那不是简单的装饰或遗物，而像是一串串精心布设的导航坐标，为后来可能重返此地的天地会成员留下的秘密指引。黄氏宗祠中那个独特的圆形窗户，其实不是简单装饰，而是天地会的舵窗标志。它的圆形框代表天，下方的方形砖是地，而窗心8件汇聚，象征会字，3者组合，正是天地会。这显然不是普通支部能随意使用的标记，更像是总舵级别的象征。宅院中，从地面鹅卵石到窗棂雕刻，反复出现佛教万字符。过去人们以为是祈福图腾，但研究者发现，它也可能是天地会内部的秘密识别信号。因为天地会传说中的始祖名叫万云龙，组织成员为掩人耳目，常自称姓万，就像僧人统一姓氏。因此，那个万字符不仅仅是宗教符号，更可能是兄弟间互认的密码。如果说以上这些环环相扣的证据已经将真相的轮廓勾勒得8九不离10，那么最后一个也是最重磅的铁证的出现，则可以说是为整个事件画上了一个不容置疑的句号。2006年，村委会因黄氏祠堂屋顶漏雨，派工匠上去检修。一个工人爬上去，刚掀开一块吊顶天花板，就吓得魂飞魄散，连滚带爬的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嘴里语无伦次地惊呼着：“有蛇，好大的蛇！天花板上怎么会有蛇呢？”随后，胆大的村民拿着手电和鱼叉再次上去查看。当手电光照进夹层，他们并没有发现蛇，而是看到了一幅被隐藏了近200年的巨大壁画。这幅壁画就是后来震惊了整个中国史学界的双龙争鼎图。画面上左右两边各有一条用黑墨绘制的巨龙，每条龙长约4米，栩栩如生，气势磅礴。它们正张牙舞爪，双目如炬，争夺着位于画面正中间的一个象征着帝王至高权力的宝鼎。在中国古代，龙和鼎都是皇室的专属象征，平民百姓家里如果私自刻画，那是等同于谋反的株连九族的大罪。当这2条龙出现在同一面墙上，并且在争夺同一个宝鼎时，那种要与大清王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雄心，已经是不加任何掩饰，跃然纸上了。至此，所有的证据链都已完美闭合。周湖船屋，他的真实身份已经水落石出。他不仅仅是天地会的一个普通据点，甚至极有可能是其在赣闽边区的总舵级别的核心要塞。而黄辉柔这位神秘的船主也终于卸下了他负伤的伪装，露出了他作为一名悲壮的潜伏者的真实面目。这座周湖船屋作为全中国罕见的建昌船屋之一，不仅填补了中国古建筑史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它为天地会那段充满了传奇、神秘与悲壮的秘密历史
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活化石。如今，船坞静静地矗立在深山中，当年的刀光剑影、豪言壮语都已随风而逝，但它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史诗，它无声地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述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里，曾经有那么一群人，为了他们心中那看似遥不可及的信仰，是如何抗争、如何挣扎，以及他们那注定悲壮的命运。当然，关于这座神秘的船坞，依然还有一些未解的谜团。108000两黄金白银的宝藏到底在哪里？传说中的地道究竟通向何方？这些未解之谜依然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这座鬼船将继续驶向历史的深处。不知道各位观众对于这座废弃了200年的豪宅船坞，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